美军平海作战团加紧模拟对华战争，全新的作战样式来了，我们怎么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年新成立的平海作战团，近日投入了为期10天的演练，以测试五角大楼未来可能与中国交手的作战概念。演练期间，共有6位美国将军坐镇观看。美军高层认为，如果与中国开战，战场很可能在第一岛链，也就是由日本的冲绳、中国的台湾地区延伸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且涵盖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确定，美军部署平海作战团的战略要地和相关岛屿。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平海作战团可以充当观察员的角色，把敌军的位置传给美国战斗机、军舰和潜水艇，然后进行攻击，或者由海军陆战队自行展开行动。据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学习使用过去只有中将级别的将领才可以使用的情报获取技术，用来监测他国军队的一举一动。海军陆战队高层认为，对付中国这样的对手非常复杂。当军用和民用的侦察卫星飞越头顶，任何人只要打开小型无线电台或手机，都有可能被锁定，并遭到远程火箭和导弹的攻击。海军陆战队被认为是美国军队中的4等兵，原本的职责是协同美国海军实施登陆作战，后来的任务主要是配合陆军进行陆地治安战。为了应对大国战争，也就是为了对付中国、俄罗斯，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有可能变成中美开战的急先锋。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打造远征前进基地，落实分布式杀伤链等概念，充分利用岛链的地位优势，帮助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中国周边地区打开一个洞。具体来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海军陆战队不再打面对面的战争，而是要为他们装备远程攻击型武器，玩超世纪作战的概念。今后，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陆续配备防空导弹、反舰导弹等武器，通过在关键岛屿上的部署，成为对华作战的重要节点。第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算玩分布式作战概念，这种方式对信息传输和态势感知的依赖度很高，将兵力分散部署在很多岛屿上，以实现兵力分散、火力集中。这就意味着其作战样式对数据链和无线电传输依赖度非常高。解放军要想在短时间内摧毁这些分散的目标不大容易。第三，利用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为其他军兵种提供目标指示，从而实现跨域融合。所谓跨域融合，指的是美国各军兵种之间的战术数据链要全部打通，陆战队的各个单位成为美国陆海空军远程打击的情报提供者，对中国的关键性目标进行指示和定位。第四，海军陆战队要为美国海空军打造防御堡垒，负责防卫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显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并非像过去那样采取登陆作战的方式与中国打仗，而是在印太地区加强美军以岛链为特点的军事基地的防御，包括部署于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等等。也就是说，其作战使命由进攻转为防御。那么，解放军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转型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几点：一是增强对中国周边区域的态势感知能力，及时掌握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情况；第二，配备更多的远程精确攻击武器，特别是能够实施防区外打击的远程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等等。分散部署到岛链的优点是分散，缺点也是分散，而且岛屿上能够用于隐蔽和机动的地方比较少。只要我们拥有了强大的情报信息收集和查打一体作战能力，用远程打击火力就能克制这种战法。第三，攻击美军岛链基地的后勤线，这是美军分布式战法的一个软肋。第四，强化电战能力，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切断美军岛链之间的电子通信网络。如果通信中断了，就没办法指挥，也难以实现联合行动。这是美军跨域融合作战的另一个短板。当然，针对不同的情况，
我军可以采取不同的战法。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再到美国陆军进行的转型，一切都证明五角大楼正在为大国战争做准备。面对美军在印太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我们也必须整军备战，深入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不断的提升我军的综合战力，用强大的威慑力让对手不能动、不敢动，以维护台海、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